今天分析的 Apple， 表面上看单季营收冲上1094亿美金，打破历史记录，但为什么财报公布后股价却一夜暴跌超过 7%？ 这绝对不是因为业绩不好，而是 Tim Cook 在退休前夕向全市场发出了一个叫百年一遇记忆体海啸的警告。耐人寻味的是，在股价暴跌前，高管密集套现，高盛清仓掉近一半持股，但摩根士丹利却在狂买1400万股。这期节目我们用 SOTP 模型拆解财报里被忽视的关税退款水分新 CEO 的软件短板，希望能帮助你找到290美元到底能不能抄底的答案。我们的观点是，当前股价确实被高估了一些，但下方有一个看上去比较安全边际的考虑点。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分享给身边感兴趣的人。26财年 Q3 财务拆解与营运指标。Apple 于2026年7月30日公布了 Q3 FY26 财务业绩。季报显示，公司在多项关键财务指标上打破 June Quarter 历史记录，展现出强劲的营运韧性。本季度公司实现总净销售额 1094.17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 940.36 亿美元大幅成长 16.4%， 超出了市场先前预期的1072亿至1100亿美元区间上限，净利润达到 297.89 亿美元，年增 27.1%， 稀释每股盈余为 2.02 美元，较去年同期的 1.57 美元成长 28.7%， 本季盈利的大幅提升，部分受益于本季度确认的关税退款，该因素一次性为 EPS 带来了约 0.11 美元的正面贡献。毛利表现方面，公司单季整体毛利率达到 50.1%， 相较去年同期的 46.5%， 显著扩张了360个基点。其中硬件产品毛利率为 40.1%， 服务业务毛利率高达 75.6%。 值得注意的是，关税退款为本季整体毛利率带来了约 2.0 个百分点的推升作用，对硬件毛利率影响约 2.5 个百分点。若剔除该一次性退款影响，实际营运毛利率约为 48.1%， 落在公司原先指引区间的中点。营运现金流表现亮眼，单季创造了344亿美元的 June Quarter 历史新高。在2026财年前9个月中，公司累计产生营运现金流 1169.96 亿美元，为大规模的资本回报计划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在地区表现方面， Apple 全球所有地理大区均实现了双位数的年增长，其中美洲区营收成长 11.1%， 欧洲区与大中华区表现强劲，营收均年增 22.4%， 日本区年增 13.4%， 亚太其他地区则成长 15.6%。 前瞻指引与供应链瓶颈警告。管理层在财报电话会议中给出了2026财年第4季度的经营指引，公司预计 Q4 总营收年增率将落在 9% 至 11% 区间，其中 iPhone 营收预计将维持 15% 左右的双位数成长，服务业务成长率预计将与 Q3 相当，汇率因素预计将产生约2-5个百分点的环比营收拖累。在毛利率方面，公司给出的指引区间为 47.0% 至 48.0%， 该指引中仍包含约1个百分点的关税退款影响，这意味着若剔除一次性因素，公司经营性毛利率环比将出现明显回落。业绩指引软化的背后，源于管理层对供应链与成本端发出的2项重大警告。其一，先进制程产能限制。公司指出，受限于晶圆代工厂先进节点系统级晶片的产能瓶颈， iPhone、Mac 和 iPad 等
多款核心硬件在 Q4 将面临显著加剧的供应约束，无法完全满足市场旺盛需求。其二，记忆体成本剧升。CEO Tim Cook 在会议中直言，由于生成式 AI 资料中心建设对高性能 DRAM 与 NAND 快闪记忆体的疯狂挤压，消费电子产业正遭受百年一遇的记忆体价格涨潮100-year flood on memory pricing。Apple 已于近期对部分 Mac 和 iPad 机型进行了售价上调，以缓解成本压力。公司预计记忆体成本高企将持续影响未来数个季度的产品利润率，目前正在积极评估多元化 DRAM 供应来源。供应链备货与承诺压力亦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市 Q 文件显示 ，Apple 的库存规模从上财年末的57.18亿美元剧增至110.92亿美元，制造采购承诺570亿美元，其中562亿美元需在12个月内支付。产品创新、高管传承与资本市场动态。在 WWDC 26上 ，Apple 正式推出了全新的 Siri AI 及 Apple Intelligence 软件架构。CEO Tim Cook 表示， Apple 拥有全球最适合体验 AI 的硬件生态系统。Siri AI 的推出将重新定义用户与终端设备的互动方式。测试版的用户反馈极为积极。在供应链与本土制造领域， Apple 与 Broadcom 宣布达成一项全新的跨年度、价值超过300亿美元的战略合作协议。Broadcom 将为 Apple 提供先进的客制化无线连接组件与 AI 硬件组件，作为 Apple 承诺深耕美国本土制造业与技术研发计划的核心环节。 Apple 于2026年7月28日在美国市场正式推出了与 BMPL 业者克拉纳合作的 Apple Upgrade 计划。该服务允许用户以月租租赁模式获取最新 iPhone 及 Mac 设备，进一步锁定用户的换机周期，并将硬件销售转化为高可预测性的订阅制现金流。本季度 Apple 迎来了管理层传承交接。 CEO Tim Cook 在财报会议中正式宣布，本次电话会议为其担任 CEO的最后一次 earnings call。 董事会已任命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John Ternus 接任 CEO 一职。 John Ternus 主导了 Apple Silicon 的转型及 iPhone、Mac 产品线的工程创新。市场评估其工程背景将确保 Apple 在硬件创新上的延续性，但在生成式 AI 软件追赶上仍需接受考验。 Kevin Parekh 已正式履职 Senior VP 兼 CFO， 在资本配置与财务指引上展现出严谨的控制力。在内部人交易方面，监管文件显示，过去6个月内 Apple 高管及董事会成员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了11次股票减持，期间完全无任何增持买入操作。减持交易多基于 Rule 10b5-1预先规划的交易计划，但在高位卖出容易被市场解读为当前估值，符合管理层卖出价格预期。 Apple 的股权结构以大型被动指数基金、资产管理机构及机构投资者为主，前10大机构股东控制了公司约 31.57% 至 38.44% 的流通股，整体机构持股比例约为 63% 至 74%。 在近期的机构调仓动态 E3F 申报期间中，大幅减持与清仓的机构包括 Goldman Sachs 大幅减持9168万股，负 46.2%， Capital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减持3553万股，负 49.5%， 套现约 88.9亿美元。 Diamond Asset Management 近乎清仓式减持2651万股，负 99.6%， 套现约 76.7亿美元。Courant Private Wealth 减持1979万股，负 65.5%。 逆势大幅增持的机构包括 Morgan Stanley 增持1399万股，加 6.1%， 持股总市值达620亿美元。欧洲资产管理巨头 Amundi 大幅增持1378万股，加 23.2%，
持股市值达185亿美元。Yield Capital 增持1058万股，加 2.96%。资本回报计划方面，董事会宣布派发每股 0.27 美元的现金股利。2026财年前9个月累计派，发现净股息 117.33 亿美元。前9个月公司累计斥资618亿美元，回购了 2.15 亿股普通股，其中 Q3 单季回购金额达258亿美元，且已签署 Upfront 承诺金额为100亿美元的加速股票回购计划 ASR。 截至 Q3 期末， Apple 持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95.44 亿美元，可转让有价证券 1069.73 亿美元，总流动资金高达1465亿美元，定息长期债务面值为823亿美元，商业本票为20亿美元。本季度公司已彻底结清了剩余，抵88亿美元境外利润转回税。外部挑战反垄断监管与供应链风险，监管执法是当前 Apple 商业模式面临的最大尾部风险。在欧盟数位市场法 DMA 方面，欧盟委员会发布初步裁定，指控 App Store 限制开发者免费引导用户至外部渠道 Anti-Steering， 违反 DMA 规定。同时针对 Apple 征收的核心技术费每安装次数 0.50 欧元展开非合规调查。先前 Apple 已被处以5亿欧元罚款，且在2026年7月上诉欧洲综合法院失败，维持其 Gatekeeper 标签。若最终确认违规， DMA 允许的最高罚款额可达全球年营业额的 10% 至 20%。 在美国司法部反垄断诉讼方面， DOJ 联合16个州提起的诉讼指控 Apple 垄断智慧型手机市场并压制竞争。然而最新情报显示， Apple 正与 DOJ 进行早期和解谈判， Apple 已提交多份和解方案，如开放部分 RCS 与 Super Apps， 若达成和解将显著减轻拆分或高额罚款风险。在高端市场， Samsung Galaxy 与 Google Pixel 在生成式 AI 功能上的快速迭代对 iPhone 构成挑战。在大中华区，华为通过自研晶片与鸿蒙生态对 iPhone 形成直接竞争。目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生成式 AI 时代的用户互动范式从 APP 生态系转向云端 OS AI Agents，iApp Store 作为流量入口逾 30%， 抽成权利将遭遇去中心化结构。此外， Android 平台在开放式 AI 生态上的灵活性可能侵蚀 iOS 闭环生态的锁定效应。技术面评价与市场多空博弈。在2026年7月30日财报公布前， AAPL 股价交投于 333.43 美元附近。尽管 Q3 业绩打破纪录，但受 Q4 毛利率指引软化 47% 到 48%， 及管理层对记忆体成本和产能瓶颈的警告影响，股价在盘后重挫 2.5%， 并于7月31日大跌 7.35%， 收于 308.91 美元，盘中最低触及 300.00 美元整数关卡，近5个交易日呈现高位剧烈回吐态势。技术分析显示， AAPL 日线图在财报后跳空下行，短期技术信号转为超卖状态。多方的核心交易逻辑建立在 AI 驱动的超级换机潮上，多头认为 Siri AI 的推广将引发全球25亿价值设备中超过 60% 旧款用户的升级需求，同时高毛利 Services 业务运营杠杆显著，加上与 DOJ 的潜在和解将去化美国监管压仓时，空方的核心交易逻辑则聚焦于毛利率见顶与监管解构。空头强调 Q3 的 50.1% 毛利率包含了 2% 的一次性关税退款，在记忆体成本暴增与先进制程瓶颈下，毛利率将进入收缩通道。欧盟 DMA 将逐步瓦解 App Store 30% 抽成制度。新任 CEO John Tines 的软件能力亦面临市场质疑。根据华尔街分析师汇总数据，
Apple 1年期平均目标价为 322.71 美元，最高预测值为 420.00 美元，最低预测值为 217.15 美元。可以通过以下指标动态跟踪分析师预期变化，监测 DRIMNAND 现货及合约价格。TrendForce 数据以预判毛利率调整。欧盟 DMA 执法官司与 DOJ 庭审和解文件，以及美季 13F 文件中机构大户的持股转变。我们的考虑，我们采用分布估值法 SOTP 与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DCF 相结合，对 Apple 进行重新估值。SOTP 模型构建过程如下：硬件业务预估 FY27 营收为3100亿美元，隐含净利率为 16%， 考量晶片产能限制与记忆体成本拖累，给予 24.0 倍前瞻 PE 估值倍数，得出硬件估值为 1.19 兆美元。服务业务预估 FY27 营收为1350亿美元，毛利率为 75.6%， 隐含净利率为 36%， 反映高毛利 SAS 属性并扣除 DMA 监管折扣后，给予 33.0 倍前瞻 PE 估值倍数，得出服务估值为 1.60 兆美元，加上净现金约640亿美元， SOTP 合计权益价值为 2.858 兆美元，对应每股价值约为 292.00 美元，按约 97.9 亿股稀释股数计算。 DCF 参数设定采用 WACC 8.5%， 无风险利率 4.2%， 权益风险溢价 5.0%， 贝塔 1.05， 永续成长率设定为 3.5%。 DCF 模型得出 AAPL 每股内在价值为 315.50 美元。所以我们考虑 Apple 目前处于基本面强劲成长与成本及监管中短期阵痛的交织节点，财报后股价回落至308美元附近，一部分释放毛利率指引软化与成本警告利空，日线技术指标跌破 MA200 且 RSI 接近超卖，短期仍有向下寻找 Pivot SR 299.79 美元或290到295美元支撑区间的风险。如果股价回落至290到298美元区间，对应 FY27 21倍综合 PE 将提供极佳的安全边际。如果这份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不要吝惜你的点赞，这是支持本频道最简单的方式。也告诉我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并订阅频道，你的点击对我们至关重要。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我们下期再见。